产品就是要一直改版再改版，才能让你不停的买下去。改版不管是挤牙膏还是佛心大升级，大部分的改版都会把产品越改越好，但也有些例外。我挑出几款改款前反而比较好的文具，介绍它到底好在哪里。一间公司的畅销商品或是主力商品，往往会借由改版推出新版。改版不外乎就是外观或是功能上的改变，最常见的像是汽车、手机，还有相机。便利商店里的便当或甜点，有时候也会更换原料的产地啦、等级，或是改变配方比例来进行改版。在文具界也蛮常看到改版的，不过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所以外观上的改变就不讨论了，因为比较主观。我主要从改版后的功能、配件上的不同来比较，然后使用感也是蛮主观的，像是笔重不重啦、滑不滑啦之类的。以钢笔为例，钢笔改版有时候也会去动到笔尖的部分，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笔尖弹性变差了，不弹不好写。像这一种对于弹性的偏好之类的，比较主观的使用感觉，我们也都不讨论。我们还是来看能呈现出客观差异的就好。那既然讲到钢笔的笔尖弹性，笔尖并不是弹就是好哦，重点是要看你的用途来选笔尖弹性。我知道有些人会在国考中使用钢笔，如果你用弹性太好的笔尖去考试的话，书写速度绝对会被拖慢。在那一种有时间限制的压力下，如果发生书写速度跟不上思考的话，真的会很想摔笔。最坏的情况还会写不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看钢笔的老祖宗沾水笔。普遍来说，沾水笔弹性很好，好到没有练过可能还写不出来。那难道古人都不用快速书写吗？其实要用来速记的沾水笔尖会刻意做的比较硬，学校用的笔尖甚至几乎没有弹性，因为抄笔记或是考试写字速度都不能太慢。好，再回到正题，我们再来讲文具改版吧。Lamy Spirit 是一款我非常喜欢的笔，10几年前在我的部落格里也介绍过，大家有注意到吗？片头的开场影片，其实最后一支笔就是 Spirit。Spirit 的特色是用一片钢板折成笔杆以及笔夹。意大利的佩拉法纳利公司虽然也有推出类似概念的产品，但以完成度来说 Spirit 还是比较好。不过这样比也不公平，两款笔的定位本来就不一样。Lamy Spirit 的造型非常简单，用钢板折出造型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很大亮点。然而设计师还在笔上加了一些细节，例如握位的孔洞装饰、笔夹前端的圆点。我每次看着这一支笔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想要去探索它的细节。但是可惜的事情发生了，它在改版之后竟然把整支笔的灵魂拿掉了。新版的 Lamy Spirit 不再是用一片钢板折成的笔杆，而是跟一般笔一样变成分段的结构。不过改版后，就外观来说，它还是一支好看的笔啦，但也就仅此于此。看着它，总觉得少了一点内心的悸动。现在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多收几支，也已经太晚了。改版没几年，没想到2代 Spirit 竟然也停产了。这么经典的笔竟然就被放生了。当初觉得2代没有初代的好，所以只一丝一丝的收了一支2代。可是现在绝版之后，想要再多收几支2代，也变得更困难了。很巧的，要介绍的另外一支笔也是拉米家的，里面的设计师卧虎藏龙，很多都是可以写入设计史教科书里的大佬。这支要介绍的笔就是拉米 ABC 自动铅笔，它的设计师贝恩特·史毕格教授也参与了拉米 Safari 在设计史的心理学研究。你看，在那个年代，设计一支笔就导入心理学研究，真的是先驱。ABC 自动铅笔是一款设计给小孩子用的铅笔，它采用较粗的笔芯，写起来比较不容易断，也用了好握的三角形握位。枫木材质的笔杆握起来也比较有温暖感，而且木头材质也让人直接联想到铅笔。初代 ABC 改版之后，虽然也是搭载粗笔芯，不过跟初代相比，实际上是变细了。
笔芯粗细从原本的 3.15mm 变成 1.4， 初代的笔芯比较粗，比较不容易断，很适合小孩子使用，而且粗笔芯也可以做出比较丰富的笔触变化，视觉上的搭配也协调很多，不会有笔芯跟笔头有一个断差的感觉。这些都还只是小事，大条的是初代 ABC 自动铅笔有附一个可爱的方形模芯器，方方的像骰子一样，造型也呼应了笔尾的方形设计。但是在2代中，因为笔芯改成 1.4mm 规格，也就不再需要模芯器，所以就被取消了。所以说老文具还是有它的收藏价值。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随附模芯器，但是在改版后，这个模芯器也被技术性消失了的例子。有机会再聊聊它。拉明 ABC 的产量感觉上似乎比较少一点，所以要找到初代 ABC 的难度也比较高一些。又因为它是给小孩子用的，小孩子用的时候本来就会比较不小心，有时候找到的二手品其实品相会较差。我还看过整支笔还有模芯器都贴满了贴纸。如果有看到初代 ABC 自动铅笔，觉得买得下手的话，真的可以买一支，因为只有那个版本才是设计师最原汁原味的设计。讲到这里，我又想起拉米有另外一款产品，后来也变得不原汁原味了。不过这样下去，这集好像开了太多支线，以后再找时间慢慢聊吧。ABC 虽然是设计给小孩子用的，但我觉得大人用起来一点违和感也没有，还会觉得这个人，似乎还蛮懂的哦，会想去跟他聊聊文具。每一家笔厂总要出个几款旗舰级的自动铅笔才行，来宣扬一下自己的技术实力。Otto 家的旗舰款自动铅笔就是 Super Promeka。初代 Super Promeka 我记得是在2003年推出，当时它就是笔坛上具备最多可调整机构的王者。即使是改版后的 Super Promeka， 在调整机构的数量上也没有办法超越前代吗？没错，从第2代开始，它的可调整机构由5个减为4个。而不久前推出的 MS01 虽然改名字了，但仍然可以视为 Super Promeka 家族的产品，它也一样只维持了4个可调整机构。初代的可调整机构从笔尾开始分别是： 1. 调整阴度指示窗， 2. 笔夹拆卸机构， 3. 每次按压时笔芯推出的长度， 4. 护心管长度调整， 5. 设定护心管长度限制。第2代 Super Promeka 以及 MS01 缺少的就是第5项功能。第5与第4项其实在功能上是相关的，如果在第5项有设定护心管长度限制的话，第4项功能就只能把护心管转出到第5项设定的长度，就不能再转了，就是一个限制器的概念。这段有点复杂，有必要的话可以倒带回去看一下哦。这么听起来，似乎第5项功能可有可无，因为在使用第4项功能时，护心管只要转到想要的长度就不要再转了，这不就可以了吗？话虽如此，但第5项功能的限制器还是有点锁定的功用，让转到定位的护心管比较不会在用笔过程中因为误碰机构而让长度跑掉。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对文具迷来说，不管可调整的机构用途大不大，可调整的项目绝对是越多越好。Carl Angel 5 Royal 削铅笔机，以下简称为 A5R。这系列削铅笔机有几个型号，但每一款的外形都差不多，经典到有些削铅笔机产品也会向他们致敬。A5R 多年前曾经改过刀头，那之后的改款主要都是改颜色。虽然颜色改得好不好，这件事情比较主观，但我觉得他把今年的红蓝2色改掉了，有点可惜，就像是 iPhone 把黑色、白色取消了一样。不过我觉得改版后比较可惜的地方还是在于夹具。夹具是用来夹住铅笔的东西，削铅笔时铅笔才不会跟着转动，也具备把铅笔往前推送的功用。A5R 改版后简称为 A5R3。A5R3 的夹具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夹持力道或许也做了调整，可以把铅笔夹得比较紧。但其实旧款的夹具也只有在夹某些圆形铅笔时，才会出现削铅笔时铅笔跟着微微转动的情况，还不是所有圆形铅笔都会哦。微转动的程度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几乎不会对使用上带来问题。但是新款的夹具会把铅笔夹出痕迹，
就算它的夹痕是比较轻微的，但夹出痕迹这一点，我个人是会比较在意啦。所以综合以上2点，我还是比较喜欢改版前的 A5R。我所在意的这2个地方，老实说是比较主观一点，各位就自行评估吧。总而言之 ，A5R3 还是一台经典的好削铅笔机。之后有空再来讲这台削铅笔机吧。今天的介绍就到此结束。您的订阅是我分享的助力，您的意见可以让频道更好。文具兵的书桌，下次再见。